新学期的第一天，男孩一上课就死死咬住铅笔，尽量让自己不发出任何奇怪的声音。可时间还过去不到2分钟，他的身体就开始有些不受控制。在课堂上怪异的表现，也使他成为了同学们欺负的对象，甚至就连老师都戴着有色眼镜看他，把他当成扰乱纪律的坏学生，抓进了办公室里训斥。然而第2天来到教室，无论男孩如何努力的克制，他的嘴巴还是不合时宜的发出了声响。老师受够了他这种行为，当众把他叫到讲台上批评教育。尽管男孩极力解释，他自己也无法控制，但老师根本就不相信，认为他就是在故意的调皮捣蛋。不仅要求他必须给全班同学道歉，还必须承诺不再发出那种怪叫，否则就不能继续待在教室。I'm sorry, that you can't study because of me. Promise I won't make any more silly noises ever again. 可当男孩再次回到座位，当天上午，男孩的妈妈就被请到了校长办公室，校长更是直言不讳，像男孩这种问题儿童，就该把他转到特殊学校去。那个年代，网络还没有问世，没人知道男孩是出了什么问题，就连医院都检查不出来是何种病因。自打从6岁开始，这个叫布莱德的男孩就时不时会发出这种怪声，身边的同学都嘲笑他是个异类，妈妈的朋友也都会奇怪，问他为何总像狗一样在叫，甚至就连他的父亲都常常会因此对他大发脾气。You know it'd be nice one day without you acting up. 几乎每一天，他都生活在别人各种异样的目光下。不过好在，布莱德还有个十分疼爱他的妈妈，而妈妈也始终都不相信孩子会无缘无故就变成了这样。于是他跑到图书馆借来了所有的医学书籍，在一本本的翻阅后，终于让他找到了答案。妥瑞氏症，这是一种罕见的精神疾病，他的大脑会传达出错误的指令，这才导致他的身体会不受控制，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。然而，当妈妈激动地带着这个消息找到医生，医生却告诉了她一个残酷的事实，那就是这种病世界上还没有根治的方法。妈妈顿时绝望了，泪水再也抑制不住，她真的很不甘心，要让儿子一生都遭受这种疾病的折磨。好在她通过多方打听后，得知在镇上还存在着一个病友互助会，这里的所有人都同样患有妥瑞氏症，但病症却与布莱德还有些不同。他们有的人会无故的抽动，有的喜欢把脖子缩进衣领，有的甚至在说话的时候会颠头。妈妈带着布莱德来到这，就是想让他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一些有用的生活方式。然而通过交流后，他们才发现这哪里是什么病友互助会，简直就是一个患者避难所。几乎所有的人都只是在吐槽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平，非但对病情没有半点帮助，反而对生活都充满了负面能量。甚至有的患者家属还劝布莱德妈妈干脆把孩子关在家里算了，免得在外还要遭人笑柄。听到这些，妈妈连忙招呼着布莱德离开，她十分后悔让儿子来到这里。本身他就不是一个喜欢向生活妥协的人，所以哪怕这个病症真的无法治愈，他也绝不会就这样放弃自己的孩子。不久后，妈妈给布莱德找了一所新的学校，可在这里，他情况还是一样没有得到好转。新同学们依旧会嘲笑他，新老师也同样忍受不了他，上课都让他背对着坐在最后一排。新校长得知了此事，还特意单独找到他谈话。然而令布莱德感到奇怪的是，这位校长非但没有责怪他，反而还让他来参加学校举办的音乐会。布莱德想要拒绝，他怕他的怪叫会破坏气氛，但在校长的坚持下，他还是出现在了音乐会的礼堂上。不过他的担心显然没有错，他那频繁发出的怪叫声明显要比台上的表演更加吸引人。音乐会结束后，校长当众问所有同学是否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所有人都回答是的，目光也都看向了布莱德。校长将他叫上了舞台，问他为何要频频发出这种声音。布莱德解释，因为自己患有妥瑞氏症，才导致会忍不住发出怪声，他自己也不想影响到其他人，奈何这种病根本就无法医治。校长了解完他的情况，当即问道 And I mean everyone in this school. What can we do to help you, Brad? I just want to be treated like everybody else. 校长点点头，对布莱德的回答十分满意。他要的也正是这种效果。与其让孩子一直被人误解，倒不如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，这样不仅能够一劳永逸，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建立自信。果不其然，当布莱德一边怪叫一边走向自己的位置，没有一名同学再出声嘲笑他，他们纷纷起身鼓掌，鼓励着这个敢与病魔抗争的男孩。布莱德从没有像今天一样感受到旁人最真切的善意。他看向台上的校长，正是这个人仅用了短短几分钟的功夫，便化解了同学和老师们对他的偏见，而这正是教育的力量。也从这一天开始，布莱德的内心萌发出成为一名教师的想法。他也想像校长一样，用知识的力量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
转眼间10几年过去，布莱德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。此时的他脸上永远洋溢着自信的笑容，而他也时刻不曾忘记儿时梦想要成为一名老师的初衷。可当他拿着简历去到各所学校面试时，他那不由自主发出的怪声，还是成为了他最大的阻碍。尽管相信他确实有着真才实华，能够胜任一名教师的职位，但学校还是不敢轻易把孩子的未来交到一个会发出怪声的老师手上。好在布莱德并没有因此气馁，这家不成，那就去另外一家。他始终坚信，总有一所学校会愿意赏识自己的。然而，当他连续将全市的小学跑遍之后，一股深深的挫败感不由得涌上头来。这一刻，他是多么渴望自己能够像个正常人一样。可伴随着他的情绪越激动，那怪叫声却如同是在挑衅他一般，出现的越发频繁。他打自己咬自己，却都无济于事。不过好在情绪宣泄之后，他并没有选择自暴自弃，而是更好的重新燃起斗志。既然市里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学校，那就放眼全州去寻找。他打印了很多份简历，还把地图上的所有学校都圈了出来，准备来一场地毯式的求职。不过在这之前，还有个更加严重的问题，那就是他的积蓄也即将用光了。为了能够实施自己的计划，他拉下脸来到父亲的工地兼职。父亲劝他实在不行就留在工地算了，天底下又不是只有教师一个职业。但布莱德并不想妥协，他明白既然自己选择了这条路，那就只能拼命地证明自己，哪怕是再大的挫折，也不能够成为自己半途而废的借口。于是他一边在工地兼职，一边一所学校一所学校的去面试。在面试了24间学校之后，他终于来到了一间特别的小学，这里的正副校长都热情接纳了他。布莱德开门见山地先介绍了自己的病情，并且向2位校长表示，妥瑞市政就是他最好的老师，他想以自身为例来教导孩子们，无论未来碰上什么样的困难，他都具备着迎难而上的勇气。但2位校长听完他的话，却并没有太过纠结他的病症，反而是更多地询问他教学方面的理念。布莱德也不卑不亢，认真回答着各个问题。这场面试足足谈了2个多小时。临走时，2位校长亲自出门相送，他们对布莱德的表现十分满意，一致决定聘请他成为学校的老师。布莱德高兴坏了，打电话将这个好消息告知妈妈。虽然早就预想到儿子会有成功的一天，但妈妈在这一刻还是忍不住喜极而泣。第2天，副校长告诉布莱德，由于目前已经开学，只能从2年级挑选一部分学生，组成一个新班级来让他任教。他认真布置着新教室的环境，准备迎接他人生的第一批学生。但同时他也明白，既然是从其他班级里挑过来的，那基本都会是别的老师不想带的学生。果不其然，周一在门口迎接学生的时候，就有名调皮的男孩出言不逊，当众说他是个怪胎。但布莱德并不在意，反而在第1节课上，他就详细地向学生们解释了妥瑞市政。学生们纷纷好奇地举手提问，有的问他这病会不会传染，也有的问他这病会不会很痛。布莱德没有摆架子，对所有同学的提问都做了回答，并且还自嘲地说道，老师的病可以做任何普通人能做的事情，但除了一件事以外。同学们好奇地追问那是什么。 Mr. Cohen can never play hide and go seek. 到放学的时候，孩子们已经和布莱德打成一片，他们都很喜欢上布莱德的课，纷纷过来与他道别。但孩子们喜欢布莱德，并不代表家长也就会喜欢。有位家长听不惯他那奇怪的叫声，要求学校把孩子转到别的班级。尽管孩子强烈要求着要留下来，但家长还是不愿意相信一位他这样的老师。虽然布莱德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，却也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。并且在上课时，他还发现班里有个小男孩老喜欢到处乱跑。他去咨询之前教过他的老师，老师说那孩子有多动症，学习的时候注意力根本无法集中，建议布莱德让家长把他转到特殊学校做康复。这种动不动就要把孩子送去特殊学校的话，布莱德在小时候听了不知有多少次。在男孩的身上，他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放学后，他特意把男孩留下来谈话。男孩说他很讨厌阅读，布莱德却告诉他自己也很讨厌，因为阅读对他来说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。男孩不相信，认为老师怎么可能和自己一样。于是布莱德让他打开书本，想让他真切体验一下自己阅读时的感受。Once upon a time. Keep reading.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itches. The itch a little bit. All right, keep reading. There was a Hey, Thomas. 在布莱德的打断下，男孩根本无法集中精力。他告诉男孩，自己每次阅读的时候都会是这样。男孩这才意识到，原来自己眼中的困难跟老师相比，简直就不值一提。于是，在布莱德的循循善诱下，小男孩开始了安心读书。他的这一举动，无疑会拯救了一个差点被抛弃的孩子。随着一天天的任职，布莱德也留意到，班里有个小女孩的头发最近变得越来越少。女孩开朗地向他解释，这是因为生病吃药导致的。这话让布莱德表情瞬间凝固了。女孩的妈妈告诉他，小女孩得了癌症，化疗的作用会使她的头发频繁掉落，但她并没有因此不开心，反而每天都迫不及待地来上你的课。
女孩妈妈请求布莱德要替孩子的病情保密，她不想孩子在最后的时光还被别人孤立。布莱德微笑地答应了，但在母女俩转身的那一刻，他眼里的泪光再也抑制不住了。几星期后，女孩离世的消息传到了学校，布莱德受邀来到葬礼上，他指引着班上的孩子们进入教堂，直到所有人都进去，他却选择独自留在了外面，因为他的妥瑞氏症会一直发出怪叫，不想在这样的场合打扰到大家的悲伤。可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女孩的妈妈却邀请他进去。布莱德本想拒绝，可女孩的妈妈却说 We're her favorite teacher. Please don't leave without saying goodbye to her. 布莱德答应了。他一边流着泪，一边时不时发出怪叫声走进教堂，但在座的却没有人嫌弃他，因为他们基本都听说过他，知道有这么一位奇怪的好老师，在小女孩最后的时光里给了她最好的陪伴。时间匆匆，转眼来到了学期末，学校也迎来了1年1度的教师考核。评审员刚好来到布莱德的教室，可碰巧的是，他许诺孩子们见识朋友的大卡车刚好来到了学校门口，孩子们争先恐后的让布莱德带着他们出去。但此时如果带着孩子们离开教室，那毫无疑问将会被评审人员扣分。可布莱德却没有一丝犹豫，组织着孩子们排队出门。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正是他这种不做作又别具一格的教学方式，让他得到了评审员的刮目相看。不久后，校长当着全体师生宣布，布莱德被评为全佐治亚州的年度优秀新教师。同学们和老师都纷纷为他喝彩，这样的评价对他来说确实是实至名归。在颁奖晚宴上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都出现了。激动的他来到讲台上发表获奖感言，不出所料，他又发出了奇怪的叫声。台下的父母很是紧张，但布莱德却坦然地告诉大家，说妥瑞氏症就是他最好的老师。可还不等他解释原因，台下的学生们却像是在课堂上一样，纷纷举着小手，争着要帮老师回答。Yes, Galen. You learn to keep going. Eli? You learn not to let it stop you. Yes, Thomas. You learn not to let it win. 听到这样的回答，每个人都露出了赞许的表情。这一刻，他们都真真切切感受到，布莱德凭借着自己的努力，已经悄无声息地改变了这些孩子们。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。布莱德的全名叫布莱德·科恩。不管是学生时代承受异样的眼光，还是求职路上的屡屡碰壁，都没能磨灭他最初的梦想。他身体力行地告诉人们，任何人都有着追逐梦想的权利，即使是路上充满了冷眼和嘲笑。也请你一定要记得，挫折是人生常态，积极应对和勇于改变才是我们应有的状态。